我们身边总是不乏这样一类人，他们表面如湖水般宁静致远，内心却似大海般波澜壮阔。他们在人群中仿佛置身事外，然而那双深邃的双眸却早已将一切了然于心。看破不说破体现着他们的教养，不明则以一鸣惊人是他们的代名词。他们不动声色地厉害着，似一位寡淡的看客，总是一副大智若愚的模样，自然而不矫饰，低调而不张扬。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真正厉害的人都会给人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无形地划清了与周围人的界限，如一只在风雪冲刷下努力盛开的寒梅，在这个薄凉的世界里深情又坚强地活着。他们看上去孤僻不合群，实则是一种应该被人欣赏的孤傲。他们懂得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找到一种最舒适的姿势安放自己，找到一种最好的方式与自己相处，从不为难自己。大学时的室友乐乐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姑娘，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6点起床，快速地收拾好自己就出门，该学习的时候手机就丢在一边，心无旁骛地学习，不想学习的时候就约上3-5个朋友，痛痛快快地放任自己，从不忧虑今天没有学习会不会影响自己拿奖学金，也不会因为玩得太过而产生些许不安与焦虑。不攀比，不计较得失，不杞人忧天，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大学4年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潇洒肆意。更可贵的一点是，他懂得与自己和解，所有的负面情绪像是一张用过了就丢弃的纸巾，绝不会还将这种烫手的山芋紧紧攥在手里。乐乐说，我很喜欢这种与自己相处的模式，不仅要喜欢现在的自己，更要努力成为未来喜欢的那个自己。这样的人独来独往，在别人眼里这样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他们却甘之如饴。但其实这并不是孤独，他们只是懂得与自己相处。我一直都非常向往这样社交模式，在外有3-5个能够把酒言欢，畅聊心事的朋友，于内在没有人打扰的自我空间里，能够放下所有欲望与杂念，客观地、冷静地、理智地思考问题，享受短暂的孤独。一书说，我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房里，心平气和地与自己相处。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相处模式，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完善自己，努力把生活，把自己变成梦里想的模样。人只有在活得越来越像自己的时候，优势才会渐渐展现出来。大多淡泊名利。所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就像电影《功夫》里那些身怀绝技的人那样，不显山不露水，跟普通人一样做着平凡的工作，看淡了功名，厌倦了利禄之后，只求能有现实的安稳。古天乐在凭借《杀破狼》《贪狼》首次加冕金像奖影帝之前，为了还人情拍了许多烂片，平均1年2部，被影迷戏称为烂片之王。而这些烂片的片酬却让一幢幢教学楼拔地而起。为避免媒体的跟踪报道，他很少亲临现场，但每项工程的进度他都亲自过问，直至工程完工。最令人动容的是这样一张照片，古天乐穿着简单的蓝色 T 恤，脸上挂着满意又知足的笑容，站在自己出资建立的操场上。周围的孩子们在嬉笑打闹，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笑得那么灿烂的大哥哥是谁，做了怎样的壮举。这就是古仔一贯的作风，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2008年开始做慈善，直到2014年导演尔冬升才将古天乐的善举公之于众。对此，他也只是淡淡的回应一句，我对此事不愿意多谈，只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多帮助别人。在娱乐圈这个名利的声色场里，古仔自始至终没有沾染上一丝丝腐朽的气息，如一只出淤泥而不染的夏荷，在耀眼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名与利就是2张无形的网，看破了进退自如，看不破进退维谷。老子有句名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名利不过是你实力与人品的附带物，只要实力够强，人品够硬，不愁不会名利双收。3. 习惯于默默耕耘，静待花开。蝉鸣一下，
却蛰伏了好几个四季，昙花一现，却等待了整个白昼。所有的收获都是默默耕耘的成果，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默默努力着，在漫长的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中酝酿着。他们深谙这个道理，只有当自己具备了足够的实力的时候，才能将大放异彩的机会牢牢抓住。你也许会疑惑，跟你一起进公司的人怎么会有参加年底评优的资格？但你不知道的是，别人在你看不见的黑夜里熬更守夜的学习工作。你也许无法理解那个拿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为什么会激动地涕泗横流，但你不知道的是，这是别人多少个日夜挑灯夜战的成果。成功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的，要想静待花开，前提是你得默默耕耘。曾有记者问过科比为什么会这么成功，科比反问记者：“你知道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吗？”记者摇了摇头，科比紧接着回答道：“我知道每一天凌晨4点洛杉矶的样子。”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美丽，当初它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水，洒遍了牺牲的细雨，却是无人知晓。你无法祈求别人把你的付出都尽收眼底，你能做的只是默默的将自己的苦泪都幻化成一片又一片的羽毛，终有一天它能带你腾飞，冲上云霄。黑格尔曾说，心无旁骛，专心于事业的追求，就会忘掉很多烦恼，找到许多努力过程中的快乐。默默耕耘的人其实是最智慧的人，不断努力，终其一生找到自己的价值，于世界微不足道，于自己却举足轻重。4. 不显山露水。在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人？他们特别爱炫耀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可以做到在公众场合妙语连珠，口若悬河，绘声绘色讲出各种新奇的事。我们曾以为这样的人才算是见过世面，可随着年龄的渐长，我们才慢慢发现，原来懂得藏锋守拙、韬光养晦、低调朴素的人才有真正的大智慧。有一次，木心先生和陈丹青吃饭，邻座坐了2个外国人。陈丹青问邻座是不是意大利人，一问果然是，丹青有点得意。可木心却说，你刚去过意大利，你想证明你的虚荣，人难免会这样，但要克制，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心。许多时刻，我们总以为要向别人展示自己去过什么地方，读过什么书，吃过什么美食，才能证明我们的见多识广。可若一个人内心没有自卑感，他不会借助外在的物质去粉饰自己。同时，如果一个人对别人存有同理心，他也不会刻意抬高自己，去灼烧他人的自尊心。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人，大抵都是平和的，因为他们不必非要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也能在平凡简单的生活中活得从容和淡定。5. 不大惊小怪。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见识狭隘，并非指他没看过多大的世界，而是指他的思维僵化，不能理解、包容和接纳更多的不同。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他们只会按照世俗的标准来定义别人的成败得失。在他们看来，创业就一定不如找份安稳工作有面子，不结婚就一定是性格孤僻、傲气、太挑剔，挣不了大钱就一定没出息。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选择和活法，世界就是因为各种不同，所以才会如此多姿多彩。记得在知乎上有个提问，去过100个国家是什么体验？有个高赞回答是，懂得了能够接受别人有不同的三观以及其延伸出来的思考方式。别人的三观、想法和决定，你不一定认可，也不一定赞同，但你至少要做到去尊重别人，而不是片面的去批评和非议。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人，他的胸襟越大，眼界越高，就能去理解更多不同的人和事。厚积薄发。蝉鸣一下，却蛰伏了好几个四季；昙花一现，却等待了整个白昼。所有的收获都是默默耕耘的成果。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厚积薄发的道理，
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默默努力着，在漫长的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中酝酿着。他们深谙这个道理，只有当自己具备了足够的实力的时候，才能将大放异彩的机会牢牢抓住。南怀瑾先生在书里写道，真正的修行不在山上，不在庙里，而在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修行中生活，也在生活中修行。一个人能走多远的路，取决于他修为的高度。7. 修炼外表。罗素说，一个人的外表就是一个人价值的外观，它藏着你自律的生活，还藏着你正在追求着的人生。一个人若是整日灰头土脸，生活中的美好也会慢慢远离你。修炼外表是尊重别人，更是取悦自己。得体的外表是给岁月最好的修饰。认真对待生活的人，才能获得生活的垂青。8. 修炼言行。看过一句话，管好自己的言行就是极好的修行。亮眼的外表，得体的装扮很容易让人有乍见之欢，但想要让人久处不厌，则更多的在于你的谈吐和举止。有的人相处起来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有的人却总能让人如沐春风。一个人的言行就是他最好的名片。所谓的高情商，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心里装着别人。9. 修炼脾气。常言道，发脾气是本能，不生气才是本事。生活中，我们总会碰到不顺眼的人，不顺心的事。有些人动不动就被脾气牵着走，火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真正厉害的人，却早已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收一收自己的脾气，遇事不急，逢人不恼。你会发现，身边的贵人多了，路也变顺了。做事是最靠谱的修行。宋史《朱熹传》中有一句话说，静时有，动时无。这点出了一些读书人和修行人的通病，只重视静修静养，不注重在实践中把握体悟。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平时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一到关键时候大脑就一片空白。这就是静时有，动时无。王阳明认为，人必须在做事上磨练，才能真正站得住脚，才能做到于静中能安定，在动中也能安定。看谁都不顺眼，是你修行不够。你看到的世界就是内心的折射。王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示，我们会更厌恶那些跟自己有类似缺点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外界看到了类似自己的缺点，那么他会愈发生气，愈发排斥。10. 修心。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正视自己，修一颗平常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来源大都就是没有看清别人，正视自己。把陌生人当熟人，熟人当朋友，朋友当亲人，亲人当爱人，爱人不当所爱之人。过了河，越了界，说话没分寸，行事没规矩，久而久之，人心容易走散，感情容易变凉。不轻视自己是素养，不高估自己是涵养，唯有平视，才能修得一颗平常心。积极乐观，修一颗自度心。杨绛先生说过，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喜忧苦乐，跌宕起伏，唯有自度，方能远航。立即行动，修一颗精进心。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告诫我们，坚决不做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言必行，行必果，执行力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才华。那么，请立即行动，从今天开始，从脚下起步，持之以恒。所谓的深度，指的是这个人的思想、抱负以及努力的程度。一个有深度的人，一定是一个厉害的人，更是一个成功的人。这样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遇事不动声色。
面对同一件事，有的人会惊慌失措，有的人会不知所云，有的人却能表现得沉着冷静，然后不动声色地处理好这件事情。相比之下，我们肯定会喜欢第三种人，这样的人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却是真正有能力、有想法的人。不管是与人交朋友，还是相互有合作、利益关系的，我们都会去选择一个真正有实力、厉害的人。谁也不希望对方是个胸无大志的人。说到草船借箭和空城计这两个故事，大家都能脱口出一个名字，那就是诸葛亮。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他聪明果敢、胆识过人，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更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这两个故事无疑都是在一个最危险、最紧要的关头，但是诸葛亮却并没有一丝慌乱，反而是料事如神、英明果断，并且不慌不忙地处理问题，最后都圆满地胜利了。在这几次有名的战役中，就足以看到诸葛亮的才能和胆识，以及他的厉害之处。一个遇事不动声色的诸葛亮，却征服了所有人。还有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他小时候发生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厉害之处，他就是司马光。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看到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能想到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这也是他在7岁时候发生的事情。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他12岁的时候，跟随父亲出人力舟转运时，在栈道上遇到巨蟒。司马光一点都没有慌乱，而是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的一阵滚下了栈道。如此不动声色的司马光，算是同龄之中的佼佼者了，真不愧是一个厉害的人物。其实这就相当于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说的话太多，表现出来的情绪太过激动，那么你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心思去思考这件事，以及去想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反而是那些话说得少，没有太明显的情绪波动的人，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思去好好的思考这件事，去好好的面对这件事情。那些厉害的人，除了本身的能力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要能忍。正所谓万事得成于忍，与其能辩，不如能忍。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若是马上叫苦叫冤的话，不仅最后伸不了冤，还会给别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反而是那种很厉害的人，能够暂时忍住，最后再找准机会反击。君子报仇10年不晚，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当你羽翼未丰，嘴上说的再厉害，也没有能力去为自己伸冤。等到你真正有了能力的那一天，也不会再大张旗鼓地去奔走相告了，反而是在不动声色之中给人致命的反击。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正很厉害的人总是话很少，但是每句话都是有分量的，他们更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挣扎和毫无价值的事情上。就拿我们经常看的那些武侠小说、电视剧来说，那些没什么武功的小喽啰，总是喜欢炫耀自己的厉害之处，想要用言语和气势去吓唬别人。而且他们还受不了什么委屈，有点什么事情都会记在心里，想要马上讨回公道。而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往往是来无影去无踪，做人很低调，说话也很简洁的。相比于言语，他们更喜欢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就算是能力不如人，也不会去怨恨别人，而是继续去修炼自己。为人处事必须能屈能伸，可方可圆，外表大度圆融，内心见棱见角，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真正厉害的人，一定是大盈若缺，大智若愚的。很多时候，从外表上看他们，或许会很不起眼，更看不到他们的真正实力。这样的人也容易被人低估，甚至受到别人言语上的不尊重。但是对于那些厉害的人来讲，他们根本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因为他们自己清楚自己的能力在哪里。对于不值得人，他们不会急于证明自己的实力，更不会为了一时之气让自己出现满盘皆输的后果，来日方长才是他们更喜欢的方式。所以别小瞧那些不动声色的人，因为他们才是真正厉害的人。喜欢炫耀自己的人，不过是担心别人不知道他的厉害之处。真正厉害的人，
反而会藏起自己的锋芒，在最关键的时刻才会不动声色的一招制敌。在自己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之前，少说话多做事，只有不断精进自己的能力，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当自己具备了足够的实力之后，也能时刻保持着谦卑的态度，低调不张扬。高手应该不鼓吹努力，而是停留在众人当中，孤独的进步。当然，在机会到来的时候，不妨表现得张扬一点，展示自己的实力。低调与张扬的有机结合，人生之路才会走得更加稳妥。真正厉害的人，往往不会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而是在暗中默默耕耘，厚积薄发。他们深谙大智若愚的道理，懂得收敛锋芒，静待时机。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他们如一股清流，以淡定从容的姿态面对纷繁复杂的世事。愿你我能成为内心强大而从容的人，于不动声色中尽显英雄本色，在时光的洗礼下愈发闪耀夺目。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